前世，一款名为《轮回》的网络游戏风靡全球数十年，一经面世就引来了无数资本的蜂拥而至。既然老天给我这次重生的机会，轮回游戏我岂能放过？老徐，你说现在咋整？咱们公司的账面已经1分钱都没了，这个月的水电费估计都交不上了。现在轮回的研发进度滞留在了45%的进度上，公司除了我们2个之外，全都跑了。徐总，还有搞钱的路子吗？还有个屁啊！我把能想的路子全都走了个遍，真是愁不着钱，来继续下去了。要不再搞几款游戏去卖吧？搞个屁啊！服务器不需要钱吗？哪来的钱？再说继续搞那种弱智的垃圾游戏，我宁愿饿死。老徐，你不是说去拉投资吗？半点眉目都没吗？没有，一听说咱们要搞的是网络游戏，根本就没人愿意投资。后来我换个法子，想让他们收购咱们公司，结果就差没被人当成神经病。就这么散伙了？不散伙能咋整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拿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去抵押，应该还能抵个30-50万的，估计能多熬1-2个月。咱们一边研发，一边尽量去拉投资跟寻收购。真要找不到伯乐的话，咱们就认命得了。老徐，那可是你妈留给的房子，顾不上那么多了。你们为了轮回，一个个都山穷水尽了。我作为乾隆公司的发起人，还剩1分力，就得散出最后1份光。万一真能拉来投资或者收购，咱们也算是起死回生了。咱们的目的都一样，就是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游戏界中，就是想打造出一个统治的时代。而轮回就是咱们的希望，不到穷途末路都不能就这么认了。你是？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叶松。叶先生，您有事？听说你们公司想被收购？没有废话，叶松直入正题。这话一出，连同徐英杰几人眼前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可马上又遁入皱眉中，因为叶松这个名字让他们闻所未闻。更重要的是，对方就一身朴素的便装，跟那种气场强大、西装革履的收购大佬那也完全不符啊。冒昧一问，您是想来收购咱们公司的？对，有这个想法。那你知道咱们现在这公司是什么情况不？这不明摆着吗？就快成了人走楼空的空壳公司了。然而，虽然叶松说的是事实，可听在徐英杰几人耳中，还是止不住的倍感一阵扎心啊。既然你知道，那你还敢提出收购？若换作是其他招牌响亮的公司老总，对于这波对方主动提出的收购，他们指定得为之欣喜若狂。可一个素未谋面、籍籍无名，而且还是一身便装朴素的年轻人，这让他们真的没法欣喜起来。我了解过你们公司，知道你们之前开发了几款得到市场认可还较为火热的游戏。不过你们为了全新研发攻克一款名为《轮回》的游戏，把那几款游戏全都打包卖掉了。但事与愿违，并未能让你们如愿实现《轮回》的开发，甚至还因为资金跟不上的问题，导致工资发不上，人员全部流失。所以乾隆有什么值得被你收购的？你们，我们，对，没错，一个放着捞钱机会不要，不顾一切硬是为了梦想要死磕一款游戏的团队，值得我欣赏。不能说欣赏，值得我去敬重。为此，我愿意赌一把你们的轮回。那你准备怎么个收购法？其实这公司对我而言并不重要，你们这些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与其说收购公司，倒不如说收购你们。所以3000万的收购价，给你们解决当前生活上面临的难题。另外再给你们3人匹配年薪。至于你们想要多少的年薪，开个价。再有就是在研发这一事上，要多少研发资金，你们只需要张嘴就是，要多少给多少。殊不知在这一话下，徐英杰几人顿时宛如石化。3000的收购价，换而言之就是他们3人每人1000万，再就是年薪任开，研发资金不设上限。对方疯了吗？比他们这个研发团队还要更加相信轮回能火。你就不怕轮回失败？你就不怕轮回面世后无法光复网络游戏时代的辉煌？能让你们放弃大把的捞金机会，都要义无反顾豁出去一切的死磕，甚至不惜把自己置身到悬崖边上的轮回。说真的，我并不认为会失败。当然了，往深层次一点去说，我不是不怕轮回失败，而是不怕你们失败。所以你不是在跟咱们开玩笑？徐英杰有点控制不住的色抖了。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，那就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，遇上贵人了呀。从头到尾一字一句都没有开玩笑。行，您先行稍等，咱们几个商量一下。在叶松的含笑点头中，徐英杰快步走向了办公室，其他2人无需智慧交流，迅速跟了进去。10分钟后，商量好了。叶先生，咱们商量好了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咱们不要年薪，你可以提供股份给咱们吗？咱们3个人每人占10%，你给咱们30%的股份，如何？徐英杰正色说道，只是神态中却颇有几分难以启齿的尴尬。对方给到3000万这个价格，说好听点是收购公司，但实际上这破公司值不值3000万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而轮回目前进度只有45%，在对方开出3000万这种天价还愿意给他们匹配高薪的情况下，他们提出要股份，显然是有点过了。可轮回
毕竟是他们的全部梦想，真要以一种打工者的身份去面对，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不甘的折磨。在徐英杰几人的忐忑等待下，叶松稍作思忖之状。前世这3人可是每人各占15%，总占45%股份的，现在提出每人10%，估摸是出于我给出3000万这个收购价了。行，没问题，就依你们说的来，每人10的股份，总量30%，我持70%。您这是答应吗？不然呢？叶松记得前世在这家名为乾隆的游戏公司面临倒闭解散时，是被人以不到3000万的价格收购去，在收购的同时，也一并收购了那个开发游戏的鬼才团队，不到3000万的价格。在1年之后，不说其他资本的进驻，光是鹅厂那边就开出了7亿的收购价。1年半后，鹅厂开出10亿，2年后直接抛出20亿，甚至在3年后疯狂抛出了50亿。鹅厂仍然无法如愿以偿。爸爸，我是月月，妈妈被车撞了，坏叔叔好凶，他们要打我和妈妈。